网络上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问说中医到底科不科学？这个问题如果稍微查一点资料，就会有很明确的答案。中医它不仅不科学，反而很荒唐。古代中医针灸有一个习惯，在下针之前一定要以口衔针令温，就是大夫把针放在嘴里含一下，蘸点自己的唾沫星子，然后再给病人去针灸。这个以口衔针令温的荒唐做法，可不是我故意黑中医，而是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篇·针刺法》，是如假包换的传统中医。既然这个做法来自中医的古典秘籍，那么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有中医解释说，是为了温暖一下针具，这样扎在病人身上就不会显得那么刺激。更有一些中医名家说，之所以用口含一下针，是为了给针消毒。作为现代人，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消毒，这分明是下毒。用嘴嗦一下针的作用，就类似于糖掉地上了，3秒之内捡起来吹一下，吃起来就没那么脏了。在1934年的民国时期，有一本中医出版物叫做《针灸杂志》，其中就记录了一篇趣事，来自广西针灸名医罗兆居。故事是说，这个罗兆居罗大夫有一天接诊了一位花柳病的患者，患者遍体溃烂，罗大夫一看不敢再用嘴去温针，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取一些粗纸来把这个针给他擦热，再给患者去行针。按说这个中医针灸家最相信的就是祖宗智慧，那么罗大夫为什么要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呢？在我看来，这个罗兆居大夫他并不完全相信传统中医理论，而且他也知道花柳病具有传染性，如果用嘴去温针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个荒唐的例子，也来自民国时期，著名的皮肤科中医泰斗李长泰，在他自己的著作《针灸医案》当中写过一个惊世骇俗的用针方法，是说在给患者行针之前，用这个针在自己的鞋底上蹭那么10几下，这样就达到温针的效果。用鞋底子擦针具这事儿，让我想起了久违的村口情报站，老大娘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嘴角泛起白沫，时不时再用针去脑袋上蹭2下，以此保持锋利。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一点不含糊。你有病！不管是以口衔针令温，还是粗纸和鞋底擦针，反正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病人好。中医这玩意儿主打一个敢想敢做，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现代中医史上敢想敢做的案例——针刺麻醉。中医在麻醉领域的应用，历史上一直都是施药。我们上期节目所提到大名鼎鼎的麻沸散就是其中一例，所以这个针刺在中医的历史上从未在麻醉领域施展过拳脚。要说这个针刺麻醉，还是得回到那个人人学中医个个懂针灸的荒诞年代。1955年，原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连同志接到这样一条批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给他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实际材料。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至于这段批示是谁说的，大家可以自行查查资料，我为了流量的考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这个巴甫洛夫全名叫做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他是前苏联著名的生理学家，也是苏联第一个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在他的科学生涯当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是说，每次给狗喂食的时候都会吹口哨，之后不喂食的时候，只要一吹口哨，就发现这个狗它会流口水。前几年宁浩有一部电影叫《疯狂的外星人》，里面有一个外星人附体在猴身上，黄渤和沈腾2个人的角色在训这个猴的时候，用的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既然提到猴子和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而我们聊的又是传统中医，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另一个实验，叫做猴子吃香蕉的传统。这个实验的基本设定是说，把5只猴子关进同一个笼子，然后在笼子中央挂一串香蕉，只要猴子去吃这个香蕉，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说泼冷水或者泼热水。猴子们在经历了几次痛苦的尝试之后，就学会了不去摘这个香蕉，因为摘香蕉就会受罪。随后科学家带来一只新猴子，去换掉笼子里任意一只老猴子。这只新猴子进到笼子之后，看到香蕉还会去摘，可是当他尝试去摘香蕉的时候，立刻就会受到其他老猴子的制止，甚至是攻击。就这样一只一只的去替换，最终即便是所有当初的猴子都被替换掉，新猴子到了笼子之后也不会去尝试摘那个香蕉，因为他们早就通过观察和体验学到了摘香蕉就会挨打的规则。但是这些猴子并不理解为什么摘香蕉会挨打。这个实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所谓的习惯和传统其实就是在我们没有意识甚至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哪怕是那些传统和习惯早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但是那些猴子仍然会去坚持那些传统。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质疑甚至是去挑战一些传统，用理性和逻辑去推理一些传统，而不是随便听信哪只猴子去提倡什么传统。好，我们回到那条来自上头的批示，所谓用巴甫洛夫去解释针灸理论，其实就是希望利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去给中医针灸做科学性的背书。可是这种背书并不能仅仅靠设想，还需要临床实验去做证实。那么如何来证实中医针灸的作用类似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呢？
答案就是针刺镇痛。2004年，曾任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中科院院士韩继生教授，他在做客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详细介绍了当年的针刺镇痛最终如何变成了针刺麻醉。故事要从1958年说起。韩继生认为，既然针刺在临床上具有镇痛的效果，那么按照巴甫洛夫学说，这应该是激发了人体的某种条件反射。进一步联想，如果扩大针刺范围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达到西医那种局部麻醉的效果？就在韩继生教授还在设想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了。同年，时任北京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彭瑞聪，他带着韩继生来到北京通州，在当地的一家胸科医院观摩了一台开胸切肺手术。韩继生亲眼看见一位20岁的女性患者在针刺麻醉的作用下，接受了肺叶切除的大切口手术，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患者还能正常的喝水说话，完全没有疼痛的迹象。我知道你们不信，其实我也不信，因为这件事儿之后的真相还是被曝光了。原来是这个女患者在手术之前已经接受了局部麻醉，当然当时美其名曰叫做以防万一。可是在韩继生看来，这台临床手术几乎已经证明了针刺麻醉的效果，而且可以平替西医麻醉。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还有一个以防万一的真相影响着针刺麻醉的可信度，所以这个普通的针刺可能并不足以激发人体的条件反射，还应该提高针刺的强度。于是韩继生教授当时想出了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方法——电击。我读资料读到这块的时候，彻底坐不住了，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网瘾少年，而网瘾少年最怕的就是电击。那年我10多岁，左手一瓶可口可乐，右手一把 AK47，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拆包的时候环顾四周，一回头瞧见我爸。这个大名鼎鼎的网瘾电击疗法，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是一个叫杨永信的精神科医生所开创的。这个杨永信还真不是什么民间大夫、赤脚医生，而是山东省临沂市第4人民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医师。杨永信借用电刺激厌恶治疗的原理，在网瘾孩子的太阳穴或者手指头去接通电极，让1到5毫安的电流通过脑部，将孩子们过度上网的行为和这个电刺激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从而达到戒除网瘾的效果。要知道电这个东西，上一次被当作刑具的时候，还是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的时候，没成想100多年之后，当初的刑具却变成了治病机器。爱迪生要是听说了，都得给杨永信点个赞，赞赞赞！别看这个什么电击治疗网瘾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它确有可笑之处，但更多的是可怕。可笑的是，这玩意儿居然还有百度词条，我不禁要感叹，百度词条还真是什么垃圾它都收录。可怕的是，2009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曝光了杨永信的电击疗法之后，却有大批的家长站出来反对曝光，反对那些质疑电击疗法的人。那些所谓受益的家长在网络上是这么说的：如果给一个健康的孩子去打针、去电击，说明我们确实在摧残孩子；当然，如果给一个有病的孩子去打针、去电击，那还能叫摧残吗？那明明叫治疗。面对那些质疑和反对电击疗法的网友，他们也有说辞，是说如果治疗有痛苦，短暂的痛苦可以换来孩子一生的幸福以及家庭的和睦，难道不值当吗？甚至他们还会抬出一些高大上的词汇，为自己去争取所谓的权益，说什么是权益？孩子最大的权益就是生存权。我们看这些家长的逻辑，其实跟那些无脑吹中医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明明自己有病，却要拉着所有人跟他一起吃药。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卫生部叫停了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说这个电击治疗网瘾有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发育和心理健康。可是无法挽回的是，当时这个电击疗法已经进行了5年多的实践，有3000多位所谓的网瘾少年接受了电击治疗。可想而知，电击疗法对这3000个孩子所造成的身心创伤将伴随他们一生。我们回到针刺麻醉。1960年，韩继生和他的学生们开始进行实验，他们在皮肤上施加阳极电流来引起疼痛的感觉，逐渐增强电流之后，发现1毫安的电流就能引起痛觉，而这个1毫安的电流数值被他们称作痛阈。具体的实验是在人的合谷穴扎针，也就是人虎口的这个地方，扎针之后痛阈慢慢增高，30分钟就能增高到80%左右，并保持在这个高点上。停止扎针以后，痛阈慢慢恢复，半衰期为16分钟。这个所谓的痛阈增高和衰减，说白了就是被打了，歇一会儿它就不疼了。成龙的电影不是经常有这种桥段吗？打架打到一半，停下来揉揉腿、甩甩手，暂时放下这个硬汉的形象，以此来取悦观众。喜欢打篮球的人对这个事儿应该也不陌生。比如说卡特做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扣篮动作，扣完落地之后，总要在那儿狰狞的吼叫。应该就是在等痛阈的恢复。很显然，韩继生和他的学生们已经找到了针刺引发人体条件反射的规律，但是规律终究还是规律，科学上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为了明确针刺条件反射的生理学成因，韩继生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比如说在兔子身上进行扎针和电击。韩继生的这个实验方法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奇葩，怎么个奇葩法呢？他在实验之前准备2只兔子，先给其中1只进行针刺，并施加电流刺激，然后将这只兔子的脑脊液给它抽出来，注射到另一只兔子的体内，最后来测试另一只兔子针刺后的反应。上述这一系列的实验流程需要保证在16分钟之内完成，一系列流程16分钟，是不是很大胆？你就感觉这个实验它特别像做饭，兔肉出锅之后16分钟之内必须食用，否则的话影响口感。
有意思的是，实验结果发现，接受脑脊液注射的第2只兔子在针刺时的痛觉明显变得迟钝了。有意思吧？给一只兔子的脑袋里打另一只兔子的脑脊液，还惊喜地发现它居然变迟钝了。我就在想，有哪只兔子脑袋受伤之后它不迟钝呢？又有谁的脑子进水了之后它不迟钝呢？就此，韩继生强行得出结论：针刺导致人体大脑神经递质参与了活动，如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其作用类似于吗啡的肽类物质，如脑啡肽、内啡肽、羟啡肽等。后来在90年代，欧美国家进行了大量的针刺临床实验，发现这个针刺的作用跟穴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皮肤接受到刺激之后，大脑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不过韩继生依然坚持地认为，人体的不同穴位接受针刺加电击，可以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而这一切恰恰可以证明我们中医的经络和穴位它是科学的。有了专家背书，针刺电击麻醉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还从实验研究阶段转到了具体的临床应用。1961年8月，在未经严格试验的前提下，针刺麻醉开始大量的进入临床。最疯狂的时候，仅仅是在61年8月到9月这1个月当中，单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就实施了42次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在接下来的10年间，针刺麻醉手术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层出不穷的成功案例迅速成为共和国又一张中医名片。1971年的7月18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医麻醉有了重大的研究成果，针刺麻醉就此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彼时比较遗憾的是，针刺麻醉虽然肩负民族自豪的使命，但它并未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甚至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让它备受争议。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针刺麻醉的手术现场都会出现一种西药，叫做杜冷丁。简单来说，还是为了那个以防万一，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医生在为病人进行手术之前，都会先注射杜冷丁，然后再施针加电流进行所谓的针刺麻醉。熟悉杜冷丁的朋友应该知道，打完这个针之后，再给病人扎针加电流，几乎就相当于是鞭尸。这个杜冷丁就是在现在也不会太陌生，常用于癌症晚期患者的痛症，也就是止疼用的。其实韩继生和其他医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作为严谨的科学家，他们也并未对此事进行隐瞒，而且还在相关的一些手术报告当中写明了西药麻醉参与的情况。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媒体在宣传针刺麻醉的时候，为了夸大它的效果，往往会忽略掉杜冷丁。毕竟此前粮食都能亩产万斤，中医还不得扎一针全身都麻？要是不管用的话，这说出去还不得让人笑话？那个年月就是这样，全中国都过着一种吃土拉砖头的日子，却对全世界满怀大爱，认为中国人一定要有抱负，要对整个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而针刺麻醉就是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代表团30多位官员和记者访问了上海，并观摩了一台肺切除手术。这台手术在名义上采用的正是中医针刺麻醉，在美国人的注视下，针刺麻醉这事儿迎来了世纪大高潮。随后，美国记者争相报道，把神秘的东方大国吹得神乎其神。在这种吹嘘之下，中医针灸在80年代风靡全美，掀起了一波不小的风潮。我在最早那2期中医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美国大概有3万名执照针灸师，而这也是中医爱好者们为数不多的结结实实的证据。他们也乐得以此证明，说美国人都相信中医，你一个中国人就这么不相信祖宗？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可是后来的实践过程叫醒了天真的美国人。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所谓针刺麻醉的效果跟穴位没什么关系，就是皮肤接受到了刺激，导致大脑产生了条件反射。而针刺麻醉手术这个事儿，基本就相当于我和科比联手砍下了83分，我的作用是针刺加电击，而科比的作用是那个杜冷丁。那么我的贡献有多大呢？不夸张的说，有了生于无那么大。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